话说，关羽将军被害的消息传来后，刘备大哥心如刀绞，他把自己关在宫里，茶饭不思，每天都对着天空哭泣，悲伤的让人看了都心疼。刘备：二弟啊，我与你桃园结义，如今竟阴阳两隔。刘备大哥的悲伤就像潮水一样，一波接着一波。他下定决心，不管多难，也要为二弟报仇。这股复仇的火焰在他心中熊熊燃烧，照亮了他下一步的方向。刘备：吴狗孙权，我必灭你满门，为我二弟报仇。却说远在郎中的张飞将军听到二哥关羽遇害的消息，简直是五雷轰顶。他气得眼睛都红了，胡子也竖了起来，简直像一头暴怒的猛虎。张飞：什么？我二哥被害了？孙权这狗贼，我必生啖其肉。张飞将军怒火中烧，每天借酒消愁，却越喝越气。他像个火药桶一样，一点就着，身边的将士们都吓得不敢大声说话，生怕惹恼了他。张飞：来人，再把酒拿来，我非醉倒不可，方能消我心头之恨。在酒醉和怒气的影响下，张飞将军下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。他命令范强和张达两位将军要在3天内赶制出大量的白色校旗和校衣，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张飞：范强、张达，3天内我要见到所有白旗白甲，违者斩。范强：将军，这3天时间实在太短，恐难办到啊。范强和张达听到张飞将军的命令，吓得脸都白了。3天，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？两人面面相觑，心里凉了半截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张达：范兄，将军如此暴躁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范强：完成不了是死，不完成也是死，进退两难啊。在恐惧和绝望的驱使下，范强和张达做了一个大胆又可怕的决定。他们知道，如果完不成任务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。于是，一个阴谋在他们心中悄悄萌芽。范强：与其被他杀了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张达：好，趁他酒醉熟睡之时，移了白了。夜深了，张飞将军喝得烂醉如泥，倒在营帐里呼呼大睡。他完全不知道死神正一步步向他靠近。寂静的夜晚隐藏着巨大的危险。趁着夜色，范强和张达悄悄溜进了张飞的营帐。只见他们眼中闪烁着恐惧与决绝，手起刀落。可怜的张飞将军就在睡梦中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。犯下大错后，范强和张达顾不得其他，带着张飞将军的首级，连夜骑马逃往东吴。他们希望能在孙权那里找到庇护，逃脱法律的制裁。范强：快走，实则生变，东吴是我们唯一的活路。消息传到成都，刘备大哥正在准备讨伐东吴，没想到他却等来了第3个噩耗，三弟张飞竟然也被刺杀了。这简直是晴天霹雳！传令兵：陛下，急报，阆中张将军他遇害了。听到张飞将军的死讯，刘备大哥就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一样，身子一软就倒了下去。接连失去2位结义兄弟，这种痛苦简直撕心裂肺。刘备：什么？三弟，你也离我而去了吗？啊！刘备大哥泪流不止，他抱着张飞将军的衣物，痛哭失声。他的哭声震动了整个皇宫，所有人都为这位失去兄弟的君主感到悲痛。
刘备，我三弟啊，你忠勇无双，却为何落得如此下场？悲痛过后，刘备大哥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，他擦干眼泪，站了起来，向天盟誓，无论如何都要为两位兄弟报仇，谁也拦不住他。刘备，我若不为二弟三弟报仇雪恨，誓不为人。然而，忠臣赵云却有不同的看法，他劝刘备大哥要以大局为重，先攻曹魏，再考虑报仇的事。毕竟，国家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。赵云，陛下，东吴虽是仇人，但曹操才是真正的国家大患啊！赵云，报仇不急一时，应当先灭曹魏，再图吴也未迟。除了赵云，马良也站出来劝说刘备大哥，说现在不是发兵东吴的好时机，这样会让国家陷入危险。他希望刘备大哥能冷静下来，三思而后行。马良，陛下，为了一己私仇，不顾国家安危，实非明君之举啊！马良，若轻举妄动，恐酿成大祸，请陛下三思。但是刘备大哥已经被复仇的怒火冲昏了头脑，完全听不进任何劝告。他心意已决，就是要为兄弟报仇，谁说都没用。这份执着也预示着将来的风雨。刘备，我心已决，报仇之事，谁也劝不动我。刘备，若不报仇，我枉为人也。就在这时，关羽的儿子关兴和张飞的儿子张苞两个年轻人跑了进来。他们同样悲痛欲绝，也想为父亲报仇，脸上写满了年轻人的冲动和热血。关兴，陛下，请允许我为父报仇，冲锋陷阵。张苞，我愿与关兄一同杀尽东吴狗贼，为父血恨。看到两个侄儿如此坚决，刘备大哥心里虽然有些不舍，但也感到欣慰。他让这两位年轻的勇士担任先锋，为讨伐东吴的队伍打头阵。刘备，好，不愧是我刘备的子侄，你们就为先锋，为父报仇。就这样，刘备大哥不顾一切地准备起兵讨伐东吴。大军浩浩荡荡，旌旗猎猎，一场复仇之战即将拉开序幕。整个蜀汉都笼罩在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中。话说关羽被杀后，孙权心里头可不安稳了。他知道刘备脾气大，肯定要来报仇，这下可怎么办？他焦虑地问着手下谋士。孙权，关羽虽死，玄德必来复仇，吾心甚忧。孙权，各位有何良策，能解此为局？只见谋士诸葛瑾上前，给孙权出了一个主意。他说：“不如咱们先向曹丕称臣，把刘备的仇恨转移到曹魏头上去，这样就能让刘备不敢轻举妄动。”诸葛瑾，主公，不如先向曹丕称臣，转移刘备怒火。诸葛瑾，如此一来，刘备便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孙权一听，觉得这主意确实不错，他立刻决定派人去许都，不但向曹丕称臣，还特地把关羽的首级也给送了过去，想让曹丕替他背锅。孙权，此计甚妙，便依子瑜之言行事。孙权，速派使者悉关羽首级前往许都。却说曹丕那边接到孙权派来的使者，看到关羽的首级，心里是又惊又喜。他原本以为这是个大好的机会，可以趁机收服东吴，
壮大自己的势力。曹丕，孙权此举真是送上门来的好事。曹丕，看来东吴终将归我大魏所有。没想到司马懿却在这时出来泼了盆冷水。他提醒曹丕，孙权这是想借刀杀人，把刘备的怒火引到魏国头上，可不能上这个当啊。司马懿，陛下，孙权此乃借刀杀人，不可不防。司马懿，他欲引刘备之怒，转嫁我大魏啊。曹丕听了司马懿的话，恍然大悟，他立刻改变策略，把关羽的首级重新打包送给了刘备，还写信把杀害关羽的罪名全都推到了孙权头上，想让刘备和孙权互相厮杀。曹丕，仲达之言甚是，速将此物送往蜀中。曹丕，再附一书，言明孙权才是杀兄仇人。消息传到蜀汉，刘备听到关羽噩耗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当他看到关羽的首级时，更是悲痛欲绝，大哭一场，几乎晕厥过去，哭喊着要为兄弟报仇。刘备，二弟啊，吾与你桃园结义，何忍弃我而去？刘备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刘备为关羽举行了隆重的丧礼，他亲自披麻戴孝，哀痛欲绝。整个蜀汉朝野上下都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，为这位忠勇的将军送行。刘备，吾弟一生忠义，当享此殊荣。诸葛亮，愿二将军在天之灵安息。料理完后事，刘备悲愤交加，他顾不得其他，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发兵攻打东吴，为他的好兄弟关羽报仇雪恨。他对着众臣发誓：刘备，吴贼害我二弟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刘备，吴誓将亲率大军讨伐东吴。诸葛亮看刘备如此冲动，心里可急了，他赶紧上前劝阻，说现在讨伐东吴时机不对，曹魏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建议陛下暂缓出兵。诸葛亮，陛下三思，当前曹魏势大，实乃大敌。诸葛亮，伐吴之举，恐非万全之策，望陛下暂缓。然而刘备此时已被仇恨冲昏了头，他完全听不进诸葛亮和其他人的劝告，坚定地表示，就算拼上这条老命，也要为关羽报仇，誓不罢休。刘备，二弟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吾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刘备，纵使粉身碎骨，亦要伐吴。这时候，老将赵云也站了出来，苦口婆心地劝说刘备。他分析到，灭吴并非上策，反而会给曹魏可乘之机，眼下更应该集中精力攻打曹操。赵云，陛下，伐吴之举，恐失天下大义。赵云，应先取曹魏，再图东吴啊。可惜刘备此刻心意已决，任何人的劝说都无法动摇他。他坚决地回绝了赵云的建议，并开始着手准备大规模的东征，要让东吴付出代价。刘备，子龙不必再言，吾心已决，为必报仇。刘备，传令下去，三军点兵，即刻准备出征。于是刘备下令全国总动员，蜀汉的大军开始集结。旌旗蔽日，战鼓雷鸣，数十万兵马浩浩荡荡，准备开赴东吴，为关羽复仇。传令官，陛下有旨，三军将士即刻集结。士兵，为关将军报仇雪恨，杀向东吴，
为了激励士气，刘备还特别对参战的将士们大加封赏。他许诺高官厚禄，让大家都能感受到为国出征的荣誉与丰厚回报，军心大振。刘备，凡是此战有功者，朕必重赏。刘备，让将士们皆能衣食无忧，光耀门楣。东吴那边，孙权很快就听到了刘备大军压境的消息。他知道这场恶战难免，也开始紧张地调兵遣将，加强防御，准备迎接蜀汉的复仇之师。孙权，刘备果真来了，传令诸将速至帐中。孙权，吾等必须严阵以待，绝不能轻敌。而曹丕为了拉拢孙权，分散刘备的注意力，正式册封孙权为吴王，并赐予他象征最高荣誉的酒席，让他名正言顺地掌控东吴，也算是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甜头。曹丕，朕今册封孙权为吴王，赐酒席。曹丕，望其能助我大魏，共抗蜀汉。孙权得知自己被册封为吴王，还得到了酒席，心里非常高兴。这下他算是名正言顺了，与刘备和曹丕三分天下，地位也更加稳固，更有了对抗刘备的底气。孙权，谢陛下隆恩，吾定竭力效忠。孙权，这下吾与曹丕可共抗刘备了。没多久，刘备亲率大军从成都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他穿上白色的校服，骑着白马，一路誓师，是要为二弟关羽讨回公道，一起国耻家仇。刘备，将士们，随朕伐吴，为关将军复仇。刘备，此战不胜，誓不还朝。蜀汉大军气势如虹，旌旗猎猎，绵延数十里。他们沿途誓师，直奔东吴疆域而去。一场声势浩大的复仇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。接下来的故事想必更加精彩。话说，关羽被东吴害死的消息传到刘备耳里，他简直悲痛欲绝。兄弟情深啊！刘备哭得几乎昏过去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替二弟报仇。这口气，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。刘备，我与二弟桃园结义，如今他却惨死吴狗之手，此仇不报，我刘备誓不为人。刘备，传我旨意，点齐兵马，我亲自率军伐吴报仇。没多久，刘备真的动员了蜀汉全国的兵力，浩浩荡荡地准备出征东吴。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军队，旌旗蔽日，战鼓雷鸣，是要为关羽讨回公道。整个蜀汉都动起来了，气势惊人。赵云，主公，此番伐吴，莫将愿为先锋，为主公一雪前耻。黄忠，老臣虽年迈，亦愿追随主公，斩杀吴贼。却说军师诸葛亮听到刘备执意伐吴，心里真是忧虑重重。他知道这时机不对，想劝主公三思，不要意气用事。毕竟大局为重，但刘备此刻满脑子只有报仇雪恨。诸葛亮，主公，伐吴事大，时机未到，不如暂缓，从长计议。刘备，孔明不必多言，我意已决，不灭东吴，誓不回还。话说蜀汉大军果然势如破竹，一路上连战连捷，东吴的几路兵马根本抵挡不住。敌方将领被杀的杀，逃的逃，
刘备的复仇之火越烧越旺，军队士气也跟着高涨。黄权，主公神武，吴贼望风披靡，前方捷报连连，士气大振。马良，陛下英明，此番定能为二将军报仇雪恨。没想到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。原来，当初杀害张飞的叛徒范江和张达被孟达和刘封擒获了。他们带着这2个仇人，特地赶来献给刘备，希望能将功赎罪。孟达，陛下，臣等已将范江、张达擒获，特来献与陛下处置。刘备，好，好，三弟之仇，今日可报矣。只见刘备见到这2个害死3弟的仇人，眼睛都红了。他压抑着胸中的怒火，一步步走上前去，仔细审视着他们。那种仇恨与悲痛交织的眼神，让范江和张达吓得魂不附体。刘备，你2人这恶贼，竟敢谋害我三弟，今日落到我手，可有何话可说？范江，陛下饶命，我等也是一时糊涂，受人唆使啊。刘备哪里听得进他们的求饶？他一声令下，将这2个恶贼拉出去斩首示众。随着2声惨叫，张飞的在天之灵总算可以得到些许慰藉，刘备心头的仇恨也算是稍稍缓解了一点。却说东吴那边，听到刘备大军连战连捷，连番将领被杀的消息，孙权和朝臣们都坐不住了。整个大殿里愁云惨雾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想这下可怎么办啊？孙权，刘备来势汹汹，连番得胜，诸位爱卿可有退敌之策？张昭，陛下，蜀军势大，不可轻敌，当务之急是寻得良将抵御。在众臣的建议下，孙权决定先礼后兵，派遣自己的妹夫，也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前去向刘备求和。诸葛瑾心里也明白此行艰难，但为了2国和平，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。孙权，子瑜，此番求和，关系东吴存亡，望你尽心尽力说服刘备。诸葛瑾，臣定当竭尽所能，不辱使命。话说诸葛瑾来到刘备大营，见到这个昔日的盟友，如今的仇家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恭敬地呈上孙权的求和信，语重心长地劝说刘备，希望能化解这场干戈。诸葛瑾，陛下，昔日联盟情谊尚在，何不化干戈为玉帛，共抗曹贼？刘备，子瑜，你我兄弟相称，但我2弟之仇，岂能轻易放下？没想到刘备根本不为所动，他对诸葛瑾说，要他回去告诉孙权，除非交出杀害关羽的凶手，否则免谈。诸葛瑾无奈，看着刘备那坚定不移的眼神，知道这趟白跑了。刘备，你回去告诉孙权，除非交出吕蒙、潘璋等凶手，否则我与东吴势不两立。诸葛瑾，陛下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请为天下苍生计啊！说罢，刘备继续挥师东进，势必要将东吴赶尽杀绝。蜀汉大军浩浩荡荡，沿着长江岸边不断推进，一路烧杀抢掠，将士们斗志昂扬，吴国的边境城池一座接一座地失守。刘备传令三军加速前进，直捣吴都，为2弟报仇。将领遵命，陛下万岁。东吴朝廷再次陷入焦虑，面对来势汹汹的蜀汉大军，
谁能挺身而出，担当抵御重任？老将们纷纷推辞，年轻将领们虽然有心，却似乎又经验不足，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。孙权：诸位将军，谁愿为我东吴抵挡刘备的复仇之师？将领 A：陛下，此番蜀军锐不可挡，老臣恐力有未逮啊。这时候，大将徐盛和潘璋站出来，他们觉得蜀军不足为惧，夸下海口说自己能轻易击退刘备。两人态度轻浮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让在场的一些老臣皱起了眉头。徐盛：陛下，蜀贼不足为虑，末将愿率精兵将刘备击退。潘璋：正是，何须劳烦陛下忧心？我二人足矣。在这些将领争相表态的时候，只见一个年轻的书生模样的人，始终静静地站在角落，不发一语。他就是陆逊，他面带微笑，眼神深邃，似乎已经看透了一切。没想到，大臣布置突然站出来，向孙权推荐了这个年轻的书生陆逊。他认为陆逊智勇兼备，是抵御刘备的最佳人选。孙权听了，有些惊讶，毕竟陆逊太年轻了。布置：陛下，臣斗胆举荐一人，此人虽年轻，却有大将之才，足以退敌。孙权：哦，是何人？孙权听到是陆逊，心里还是有些迟疑。毕竟陆逊年轻，而且主要负责文职，从未统领过大军。他看着陆逊，眼神里充满了考量，担心这会不会是一步险棋。孙权：陆逊虽有才干，然尚年轻，且未曾统领大军，此战非同小可啊。孙权：此番能否担此重任，寡人心中尚有疑虑。陆逊感受到孙权的疑虑，便从容不迫地走出，向孙权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，提出了以静制动，待敌疲惫的策略。他话语清晰，见解深刻，让孙权听得连连点头。陆逊：陛下，刘备远道而来，兵锋正锐，臣以为当避其锋芒，诱敌深入。陆逊：待蜀军疲惫松懈之时，我军再出奇制胜，方为上策。听完陆逊的分析，孙权恍然大悟，心悦诚服。他当即拍板，将所有兵马大权都交给了陆逊，并授予他宝剑，让他便宜行事。一个年轻的书生就这样摇身一变，成了东吴大都督。孙权：陆逊，你之见解高明至极，我东吴之安危全仗于你了。孙权：从今日起，你便是东吴大都督，统帅三军，便宜行事。陆逊上任后，没有急着和蜀军交战，反而命令各部队坚守不出，甚至主动后撤，摆出一副示弱的姿态。刘备看到吴军龟缩，以为东吴怕了，更加骄傲，命令将士们在沿江一带连营700里，准备长期驻扎。刘备：吴狗惧我，不敢出战，传令三军连营700里，长期驻扎。马良：陛下，连营过长，恐有不妥。话说，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，亲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攻打东吴。他一路势如破竹，连连得胜，把吴军打得节节败退。大家看到皇帝亲自出征，士气大振，都觉得很快就能攻下东吴，
为二哥报仇雪恨了。刘备，将士们，随我杀入吴地，为二弟报仇雪恨。却说刘备大军进展顺利，一路把营寨扎到了离长江很近的地方。他为了防备吴军突袭，下令把营寨连绵700多里全部扎在树林茂密的山坡上，觉得这样既能防守又能隐藏，真是个好主意。刘备，营寨绵延700里，背山面水，吴军插翅难飞。没料到老将赵云却觉得这样扎营有问题，他找到刘备，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，说营寨连绵太长，容易被吴军偷袭，建议把大军集中起来。可刘备一心想着报仇，根本听不进去。赵云，陛下，营寨如此分散，恐非长久之计，万一东吴偷袭。却说东吴大都督陆逊在江边的高地上，一边观察刘备的营寨，一边沉思。他看到蜀军把700里营寨都扎在山林里，又疑惑又好奇。他知道蜀军远道而来，补给困难，心想这其中必有蹊跷。陆逊，蜀军扎营700里，皆依山傍水，其中必有玄机啊。话说曹魏的皇帝曹丕得知刘备和孙权在长江边僵持不下，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。他觉得这是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，也许可以坐收渔翁之利，于是命令军队做好准备，随时准备出兵。曹丕，刘备与孙权相持不下，此乃我魏国趁势而起之时也。东吴的将领们看到刘备的军队在自己家门口耀武扬威，而大都督陆逊却迟迟不肯出战，一个个急得团团转。他们跑去问陆逊，为什么不赶紧出兵迎战？难道要一直忍下去吗？程普，都督，蜀军就在眼前，为何按兵不动？再不战，士气都快没了。陆逊看着那些心急如焚的将领们，微微一笑。他解释说，蜀军现在锐气正盛，我们如果贸然出战，肯定会吃亏。不如先避其锋芒，让他们骄傲轻敌，等他们露出破绽，再一举歼灭。陆逊，蜀军远道而来，必有疲惫之时，我们且静待时机，方能制胜。过了好几个月，东吴一直坚守不出，刘备就以为他们胆怯了。他每天派人到吴军营寨前叫骂、挑衅，还故意把一些旧衣物、破帽子扔到吴军营地里，羞辱他们，想激陆逊出来决战。蜀军士兵，东吴蜀备只会龟缩不出骂，赶紧出来受死。陆逊虽然被羞辱，但还是沉住气。他再次观察刘备的营寨，发现蜀军把营盘扎得太久了，而且连绵700里，大多都在山林草地间。这时，他忽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策。陆逊，哼，700里连营，皆在林中，这不就是自寻死路吗？陆逊召集众将，告诉他们自己的火攻计划。他解释说，现在夏季炎热，东南风强劲，正是火攻的好时机。蜀军营寨木栅居多，又绵延不断，一旦火起，必将烧得他们措手不及，太厉害了。陆逊，天时地利皆在我，今夜我们便以火攻，让蜀军尝尝苦头。夜幕降临，东吴的士兵们悄悄地行动起来。他们把干枯的草料、易燃的引火物运到靠近蜀军营寨的地方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只等陆逊一声令下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，让人心跳加速。吴军士兵，都督有令，
迅速布置引火物，不可发出声响。到了3更时分，正如陆逊所料，一股强劲的东南风呼啸而起，风势助长了火攻的决心，也预示着蜀军即将面临一场灭顶之灾。陆逊看到风起，知道时机已到，赶紧下令行动。陆逊：天助我也！点火，全军将士，给我冲！随着陆逊一声令下，吴军将士们点燃了准备好的引火物，火借风势，瞬间燃起熊熊烈火。第一个蜀军营寨立刻陷入火海，火光冲天，映红了半边夜空，场面简直太震撼了。吴军将领：放火，杀！烧光这些蜀贼！火势随着东南风迅速蔓延，一个营寨接着一个营寨，眨眼间700里连营竟成一片火海。蜀军士兵从睡梦中惊醒，却发现四面八方都是烈火，根本无路可逃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蜀军士兵：救命啊！着火了，大家快逃啊！没多久，大火就烧到了刘备的主营。刘备在混乱中被部下救出，狼狈不堪地骑上马，在火光和浓烟中拼命逃跑。昔日的帝王威严荡然无存，只剩下求生的本能，真是可怜。刘备：快走，往哪里逃？此地不可久留。东吴的军队趁着大火，从四面八方杀入蜀营。他们对惊慌失措的蜀军展开无情追击，喊杀声震天。蜀军兵败如山倒，死伤无数，长江两岸尸横遍野，场面惨不忍睹。吴军将领：杀！勿放走一个蜀军！刘备一路狼狈逃窜，最终在赵云等少数将士的拼死保护下，勉强逃到了白帝城。他回望满目疮痍的战场，心如刀绞，知道自己的雄心壮志已在这场大火中烧成灰烬，真是后悔莫及。刘备：朕悔不听赵将军之言啊，悔不听孔明之劝。陆逊乘胜追击，一路追杀刘备。他知道斩草除根的重要性，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他带着吴军继续追击，想要彻底消灭刘备的残余势力，巩固东吴的胜利，真是毫不留情。陆逊：追，穷寇莫追，不，今日必将刘备一网打尽。陆逊追着刘备来到一片江边乱石堆，他觉得奇怪，为何会有这么多石头，而且排列的似乎有章法。他好奇地走进去一探究竟，却发现阵中迷雾弥漫，仿佛走进了迷宫，真是太诡异了。陆逊：这是何方阵法？怎么这般玄妙？陆逊在阵中迷失方向，正焦急时，一位老者出现，自称是诸葛亮岳父黄承彦，特来引他出阵。黄承彦告诉陆逊，这是诸葛亮当年布下的八阵图，能困住10万精兵。陆逊听后惊出一身冷汗，赶紧退兵。黄承彦：此乃诸葛孔明所设八阵图，将军勿要小觑。话说，自从刘备在夷陵吃了大败仗，回到白帝城后，心里一直很难过，身体也越来越差了。他躺在病榻上，看着窗外，常常叹气呢。刘备：哀，我怎有颜面再见先帝与各位将士？侍从：陛下请保重龙体，切莫过于忧心。却说刘备病重，急召诸葛亮前来托孤。加急的公文快马加鞭，千里迢迢送到了成都。
诸葛亮接到消息，心头一紧，立刻动身，传令官报白帝城加急文书，陛下病重，急召丞相。诸葛亮：什么？陛下病重，我这就动身。只见诸葛亮星夜兼程，赶到了白帝城。他快步冲进刘备的寝宫，看见病榻上的刘备气息奄奄，心里真是又焦急又难过。诸葛亮：陛下，臣诸葛亮来迟，让您受苦了。刘备：孔明，你终于来了。刘备握着诸葛亮的手，泪流满面地说起自己的心事。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，这场面实在是太感人了，旁边的侍从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刘备：丞相，我儿刘禅如果值得辅佐，你就辅佐他；刘备：如果他不行，你就自立为成都之主吧。刘备又唤来了年幼的儿子刘禅，指着诸葛亮对他说：“禅儿啊，从今以后，你要把丞相当做你的父亲一样看待和孝敬，真是用心良苦。”刘备：禅儿，往后务必把丞相当作父亲般孝敬。刘禅：儿臣定当谨遵父皇教诲，不敢怠慢。诸葛亮听了刘备的话，感动得泪流不止。他跪下来，郑重地向刘备发誓，说自己一定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。诸葛亮：臣愿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诸葛亮：定当竭尽所能，报答先帝知遇之恩。完成了托孤的重任，刘备终于在白帝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这位创建蜀汉的英雄就这样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。现场一片悲戚。群臣：陛下驾崩了，吾皇万岁！诸葛亮：先帝先逝，我等当谨守遗志。刘备驾崩后，诸葛亮虽然悲痛欲绝，但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。他擦干眼泪，将悲伤化为力量，准备为蜀汉的未来努力。诸葛亮：先帝之志，不可辜负。诸葛亮：如今重担在身，我定当竭力辅佐幼主。随后，年幼的刘禅在成都登基称帝，是为蜀汉后主。诸葛亮作为丞相，开始辅佐这位年轻的皇帝，处理朝中大小事务。刘禅：朕年幼无知，一切事务皆仰赖丞相定夺。诸葛亮：陛下请安心，臣定当尽心辅佐。诸葛亮很快就稳定住了朝局，他奖惩分明，任用贤才，让蜀汉上下都对他心服口服。国家的政事在他的打理下井井有条。诸葛亮：治国之道，在于赏罚分明，举贤任能。蒋琬：丞相英明，朝政清明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没想到，正当蜀汉初定，却传来了一个惊天噩耗。原来曹丕趁机联络了吴、羌、蛮、武、西5路大军，竟然同时攻打蜀汉。斥候：报禀丞相，大事不好了。斥候：魏、吴、羌、蛮、武、西5路大军来犯。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，朝中文武百官都慌了神，唯独诸葛亮依然沉着冷静。他听完报告，只是轻轻摇着羽扇，陷入了沉思。费祎：丞相，5路大军来犯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诸葛亮：莫慌，且容我思量一番。过了一会儿，诸葛亮胸有成竹地抬起头，将自己的退敌之策娓娓道来。
他决定不慌不乱，以智谋分化敌人，逐一击破。诸葛亮：此五路大军，我自有退敌之计。诸葛亮：不必惊慌，且听我细说部署。首先，诸葛亮派遣使者前往东吴，小以利害，劝说孙权与蜀汉联手，共同对抗曹魏。没想到，孙权果然答应了，曹丕的计划泡汤。使者：吴侯，曹魏大军压境，唇亡齿寒啊！使者：不如两国言和，共抗曹魏，方为上策。孙权与蜀汉言和后，曹丕见东吴不再攻打蜀汉，自己的计划失败，只好撤兵了。这样一来，东面的威胁就解除了大半。诸葛亮：曹魏大军已退，东线威胁解除大半。姜维：丞相妙计，果然高明。接着是西边的羌族。诸葛亮早知道马超在羌族中威名远播，于是派他去镇守边境。果然，羌人一听是马超，吓得不敢轻举妄动。马超：羌人素闻我西凉铁骑之名。马超：我自去守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然后是南方的蛮族。诸葛亮命令魏延率兵南下，威震蛮族。魏延本就勇猛过人，蛮族听闻他的大军压境，也立刻退去。魏延：丞相放心，莫将并将蛮族赶回老巢。魏延：犯我蜀汉者，虽远必诛。最后是五西蛮。诸葛亮派遣赵云前去镇守。赵云素有常胜将军之称，他的到来让五西蛮立刻望风而逃，不敢再犯。赵云：五西蛮夷竟敢来犯。赵云：我赵子龙定教他们有来无回。就这样，诸葛亮凭借他过人的智慧和冷静的判断，成功的瓦解了五路大军的围攻。蜀汉转危为安，百姓们又可以安居乐业了。诸葛亮：幸不入命，总算稳住了蜀汉江山。刘禅：丞相劳苦功高，真乃我大汉之福。这件事让诸葛亮在蜀汉的威望达到顶点，大家都知道，只要有他在，蜀汉就能屹立不倒。但他心里清楚，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呢。诸葛亮：虽然暂时安定，但匡复汉室之路依然漫长。诸葛亮：我辈仍需努力，不可懈怠。